朋友们好，今天是2月16号星期三，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今天呢据说是源自于 CIA 的情报所显示的俄罗斯将要向乌克兰发动入侵的日子。但是正如此前我们有多次讨论分析的一样，普京呢目前并不想开战，他只是想要制造一个紧张局势来作为筹码去换取他想要得到的政治红利而已。所以呢，在昨天普京与德国总理舒尔茨呢在莫斯科会谈以后呢，他就在记者会上公开的表示说，俄国不希望爆发战争，因此呢准备要继续走谈判的路线。与此同时呢，俄国也在同一天宣布说，在乌克兰附近演习的一部分俄军部队呢已经撤回基地。那么也就是说呢，举世关注的乌克兰危机呢，它已经从顶峰开始回落了。除非出现什么非人力可控的重大变故，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呢，它不太可能说再会出现开战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普京呢，他已经是明显流露出有点见好就收的趋势了。与此同时呢，另一边在中国举国关注，甚至也可以说是国际社会都在普遍关注的那个徐州八孩母亲徐子巴事件，却在昨天呢是突然的出现了一个舆论爆炸式的急速上升的状态。那么很多的重磅信息是接连的曝光，使得原本已经处于一个鼎沸状态的公众舆论呢，它是再次的上了一个台阶。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时都还看不到这一波重大的舆论风暴它的顶峰在哪里。按说呢有这么多重要的信息呢，我本来应该在昨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的，但是呢，昨天实在是事务繁忙，分身乏术，所以呢，还是留在了今天和朋友们来进行讨论。由于这个时间呢已经晚了一些，相关的信息呢，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了解到了，所以呢，我会尽量的简明扼要的和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一波最新信息的脉络，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些信息的背后，它究竟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东西。这一波舆论海啸它的爆发点呢，是从大陆的前调查记者叫做邓飞，从他那儿开始的。他在大陆时间的2月14号晚上8点是率先公布了匿名网友所发给他的董志明和杨某霞成就的那个结婚证的一系列照片。那么立即他就获得了超过10万次的转发，也引发了网友的一个集体的愤怒。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组照片中呢，大家都看到了至少是5个明显的问题。第一，就这个照片名字显示她为杨倩霞的女性呢，她与现实生活中的这个铁链女徐子巴明显是不同的2个人。第二呢，就是这个结婚证记录呢，杨倩霞是生于1969年的6月6日，今年呢是52岁，这个与徐子巴明显是对不上的，也与我们所知道的小花梅的年龄是对不上的。第三，就是董志明与杨倩霞呢，并非是按照这种结婚照的规定的要以这种压半肩式的一个双人的合影，它不是双人合影，而是2张单独的照片把它拼合在一起用的。第四呢，就是这个结婚证的颁发日期显示为1998年的8月2号，这一天呢，它被查出来是一个星期天，那么民政部门它是不可能在这一天办公的。第5一点呢，就是这个结婚证的左上角它应该有的那个结婚证编号这个地方，它居然显示是空白，就是没有编号。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这张结婚证它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大陆媒体财新网在昨天他们有刊发了一篇报道，说他们就是针对这个结婚证这件事情就有联系询问了丰县的宣传部，结果得到的回复是这样说的，说董某明和杨某霞的结婚登记是违规办理的，事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对于公众关切的问题，调查组会给一个交代。那么也就是说丰县他其实承认了这个结婚证它是真的，只不过呢它是属于违规办理。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基础，我们下面的讨论呢就比较好办了。
在这张结婚证照片曝光不久呢，紧接着就有网友在这个抖音上面也发布了一段15秒的视频，在里面呢就有披露了，据说是从云南那个亚古村获得的小花梅本人的照片。那么从这张蓝色的截屏下来的照片来看呢，这个小花梅与结婚证上的杨庆霞容貌极其的相似，他们连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几乎同时呢，还有匿名的大陆公民记者呢，在这个推特上面也有发布了大量的在这个云南亚古村以及小花梅的出生地叫做摩洛村去进行调查的很多的图片和视频。同时呢，他也确认了这个网络所流传的小花梅的照片，它就是真实的，并且表示这是他们从小花梅的舅舅那个地方所得来的。那么这位公民记者呢，他还公布了小花梅的妹妹与小花梅真人照片的一个对比照，还有包括了小花梅的母亲、大姨她的这个形象的视频截图。那么根据这位记者的调查呢，就说在亚古村呢，几乎所有观看了铁链女这个徐子巴照片的人，都一致的认为说这个人不是小花梅，并且呢，他们都愿意为此公开的作证。除了这个小花梅这个重磅信息它被突然的公布出来呢，在昨天还有人爆出了董志明大儿子董香港的身份证的信息。这个信息呢，它就显示说董香港是出生于1997年的3月，这个呢也是董香港这个名字的由来，因为香港的主权回归大陆它就是在1997年嘛。但是在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财新网的那篇报道呢，就说丰县宣传部的人士呢，对这一点呢，就是对这个财新网的记者是特别的给出了一个解释，说呢，在丰县同名同姓的这个董香港有2个人，一个呢是出生在1997年，一个呢是出生在1999年，而董志明的大儿子呢就是出生于1999年的，这个与官方的通报不存在矛盾。那么丰县的这一份解释它是否成立呢？我们在这里呢，只能够说我们暂时的先存疑，对吧？因为丰县的这个信誉度呢，它实在太低了。这个问题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董香港他真的是生于1997年，他就不可能是1998年才进入到董家的那个小花梅，或者说是徐子巴的儿子。那么徐州官方所声称的那个8个子女的 DNA 鉴定都符合与徐子巴的母子关系的这种说法，他就涉嫌造假了，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对吧？关于这个结婚证和小花梅的相关信息呢，重要的基本就是以上的所提到的这些了。而关于徐子巴本身的信息呢，它也有很重磅的消息流露出来。据这个人在北京的中国网名家访谈这个栏目的制片人，同时呢他也是总导演总策划的叫做王胜强的这个人，他呢也有在微博爆出了一个猛料。他说他自己的原籍就在丰县欢口镇的相邻的一个镇上，那么当地人都知道这个徐子巴他就是四川的那个李莹，但是呢有人不能让他是李莹。这个王胜强他还明确的说，董志明父子3人轮抱这个徐子巴，因为他反抗咬人而强行的拔掉他的牙齿等等，这些传闻呢都是真实的，而且他还有当地村民的录音作为证据。那么至于为什么当地政府他非要来个移花接木来偷梁换柱，用这个小花梅来掩盖顶替这个李莹呢？王胜强他就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李莹的父亲呢是一个退役的武警，就是说中共他连这个军属的他都保护不了，以至于沦落到如此凄惨的境地。那么这个如果说公布出来以后，他担心会引发很不好的后果。此外呢，包括这个李莹在当地的改名上户口办结婚证等等，他都会扯出一窝子这个政府人员来，所以呢，他们才使用了这个小花梅来顶缸。那么尽管这个王胜强的爆料呢，这些信息很快就被删掉了，但是呢，大量的截图呢，它已经被广泛的传播。随着这个董志明结婚证的曝光呢，在大陆的网络是迅速的就掀起了一波全民愤怒兼全民挖真相的热潮。那么到目前为止曾经在这个央视新闻中有接受采访的那位徐子巴的主管医生
叫做曲丽泉的，可能朋友们都有注意到，他呢已经被这个百度就是网友通过百度呢就挖出来，说他的宗族呢在当地势力是不小的。比如说欢口镇的副镇长叫做曲立国，就差一个字；这个丰县财政局的副局长呢，他也叫做曲立贵，也是只差一个字；丰县民政局的副局长他叫做曲立新，就连这个欢口镇的党委书记他也是姓曲的，叫做曲胜鹏。而更为巧合的是呢，南京医科大学他被查到了，说是有一位也叫做曲立泉的，就是一模一样的名字的医学硕士毕业生。而这一次呢，确定董家的8个孩子与徐子巴有母子血缘身份的那个 DNA 的检测，它就是在南京医大的司法鉴定所去做的。那么所有这些信息呢，它都让这个就是所有知道这些信息的人在第一时间他会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徐州地方政府为了卸责与维稳，在系统性的很可能在掩盖真相，而这种犯罪行为呢，它很有可能会彻底的断送徐子巴唯一的得到解救回到亲人身边的机会。那么民间的愤怒由此被点燃，可以说它就变成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了。那么就在昨天，北大呢有100名学子呢就率先的发起了联署，公开的呼吁最高层来彻查徐子巴一案，要彻查徐州还有以及其他地区的拐卖妇女儿童的这个事件，并且还要修订相关的刑法条例来严厉的打击此类犯罪行为。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它已经至少有清华、人大、南开、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还有四川大学等等这6所高校的学生都开始响应这个北大，公开的来呼吁最高层彻查此案以及这个徐州的拐卖犯罪现象。此外呢，我们看到还有不少的公民，比如说像湖南的岳阳还有北京等地的民众呢，也都开始站出来，以这种视频或者说是自拍照片的发布等等这些方式，公开的呼吁彻查丰县这个案子。但是无一例外的呢，也都不意外吧，就是这些呼吁呢，它都很快的被删除的干干净净，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那么以上的信息呢，它基本上就是徐子巴事件到目前为止的一个信息的汇总了。我们简单来说，这就是第5波的舆论风暴，也可以说是最大的一次。它的声势呢，已经冲击到了这个社会的各个层面，从全民破案到全民愤怒，再到出现了这种全民呐喊甚至采取行动的一个趋势了。所以呢，整个事件它发酵到现在呢，说这个最高层他还蒙在鼓里，那是不可能的，对吧？现在呢，已经有这个网络传言出现了，说这个最高层呢，他们已经在开会了，甚至连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女士呢，也都有参会，而且还表了一个态，说是希望要一查到底等等。那么这些信息呢，我们都知道，谁也无法去确定它的真伪。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彭丽媛女士的家乡山东运城，曾经就是发生过拐卖妇女的大案的。这个案子呢，他在1988年6月被这个记者武清英采访报道出来以后，刊登在当时的《光明日报》上面，一度是轰动全国。其实这个案子它的案情很简单，说的呢就是同济大学的一位女研究生叫做王莲，当然这个王莲其实是个化名了。就是这个王莲呢，她被小她7、8岁的一个半文盲的年轻的农村女子所拐卖了，就把她给卖到了运城的一个名叫龚长恩的农民的家中，然后呢，她就被强行的奸污，并且囚禁了足足71天以后，才幸运的获救。那么这个龚长恩当事人呢，最后是被处以了5年的有期徒刑。我们都知道这个彭丽媛呢，她曾经在2014年是被授予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这么一个称号的。如果说呢，她的家乡运城这件拐卖大案曾经让她在过去有感到过自己的颜面受损的话，那么现在正在滚雪球的这个震惊国际社会的徐子巴的事件，对当政的习近平和彭丽媛女士本人来说，它的冲击会有多大呢？我们完全是可想而知的。
好的，让我们回到这个案件的本身来继续进行讨论。那么就目前各方所流出的信息来说呢，它已经是比较庞杂了。这个整体事件的轮廓以及大量的细节都有待进一步的澄清。但是呢，我个人大致把它梳理下来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些关键点的。同时呢，我也非常的欢迎朋友们一起来进行讨论，我们一起来继续的追问这个事件的真相，来揭开这件它已经暴晒在阳光下的罪恶。首先第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看到迄今为止，在董志明的生活中，他至少是出现了3位女性都使用了杨庆霞这个名字和她的出生日期。第一个女性呢，就是生于1969年6月6日的这个杨庆霞，在曝光的结婚证和身份证上面，它都是显示的这个相同的信息。那么这个很有可能这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一个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嘛，你办理身份证是必须要出示这个户口的信息，你才可以办的。第二个女性呢，就是这个结婚证照片上面的这位女性呢，官方呢说她就是小花梅，同时呢也就是徐子巴，这是同一个人。但是呢，民间的调查呢，从这个小花梅亲属所获得的小花梅的照片呢，它显示呢，与这个结婚证上的女性是极其的相似的。但是小花梅的妹妹和她的堂弟呢，也都证实了，说这个小花梅是生于1978年左右，所以这个生日对不上。那么这个小花梅她就很有可能是第一个冒用了杨庆霞身份的人。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无论杨庆霞还是小花梅这2个人呢，他们都是处于一种消失的状态，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死亡了呢，是走失了呢，或者说是再次的被转卖给了其他人，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我们没有见到他们的本人。我们唯一的在董家见到的这个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一个女性，就是徐子巴这么一个人。她和结婚证上的那个小花梅显然不是同一个人，但是呢，她被继续以杨庆霞的这个身份而存在。也就是说呢，在董家已经至少有可能是使用过2次移花接木的把戏了。那么这样一来，徐子巴是谁？这个本来是单一的问题，它就已经变成了徐子巴、小花梅和杨庆霞究竟是谁？同时它还包括了小花梅与杨庆霞现在在哪里这个人命关天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说这个小花梅和杨庆霞都还健康的活着的话，董家会冒着随时穿帮的风险，让徐子巴这个大活人冒充杨庆霞的身份，足足生活了24年，对吧？所以呢，小花梅和杨庆霞要么就已经是人身消失了，要么就是已经失去了自证身份的能力，比如说彻底的精神失常疯了。无论如何呢，这都是需要核查清楚，要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的。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我们看到有不少人都在质疑说，另外不是还有一家嘛，就是那个在地上生活了20多年的，也是一个疯女子，叫做钟某仙的，她是否与此案也有关系呢？大家为什么这么去联想呢？原因就是这位钟某仙呢，根据这个财新网报道说，他的年龄是52岁，这一点呢，与杨庆霞那个1969年6月出生登记的这个年龄它是一致的。那么这个呢，它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疑问，这个背后的可能性它就非常的多了。根据财新网的报道和此前多次这个当地人的这个爆料和信息呢，都说这个钟某仙呢，他是和徐子巴差不多是同时期被卖到这个董集村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从理论上说，我再重复一下，我们这个只能说是从理论上说，钟某仙他就有可能是第一个使用杨庆霞身份的人，当然也有可能他就是那个第2个使用杨庆霞身份的那个小花梅。毕竟呢，这个钟某仙的真实的年龄我们现在无法确认。那么这就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了，这个钟某仙他究竟是谁？他与董志明一家究竟是否有关系？
他的精神失常与他的双腿的残废是否与长期被吊打有关系？这个呢，它直接涉及到对钟某先是要做一个另案处理呢，还是说要并案调查这么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徐州官方也是必须要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的。如此一来呢，它就涉及到了第3个关键点，也就是徐子巴进入董集村的一个真实的时间。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时间它很关键呢？因为按照财新网采访这个丰县宣传部的那个报道啊，说这个董志明的长子董香港啊，他是在1999年出生的，当然他没有提到具体的月份是哪个月。同时呢，这个徐州官方也有此前通报了嘛，说这个 DNA 检测证明董香港呢，他就是徐子巴亲生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徐子巴我们都知道他10月怀胎嘛，他最迟也是在1999年初就被这个董志明所霸占所怀孕了。如此一来，他就带来一个问题：1998年的8月啊，这个董志明他才刚刚和冒名杨庆霞的小花梅有结了婚，是吧？还拍了照，领了证。仅仅几个月以后，就出现了徐子巴来顶替小花梅的位置。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就只能有一个解释了，就是董志明的家，他一定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发生了一个重大变故，才会使得原本与董志明领那个结婚证的小花梅是迅速的消失，然后就被徐子巴所替代。而这个背后呢，他就不能够排除有命案的可能了。第4个关键点呢，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结婚证上的这位女子与现实生活中的徐子巴，她的相貌差异非常大。这个是任何人呢，仅凭肉眼观察都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不相信啊，拥有号称是世界上最先进精准的这个人脸识别技术的徐州警方会识别不出来。这一点呢，就连最能洗地搅浑水的那个胡雕盘胡边，他都不敢来接这个活了。他都在微博是公开的承认说自己看到这张结婚照以后呢，是受到了冲击，说这个照片上的小花梅与今天这个铁链女的相貌差距比较大，即使考虑到时隔了24年，也是显得不太像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很有可能他才是徐州官方至今都不敢真正的公开董志明和徐子巴的结婚证的原件的原因，对吧？我们都刚才说了嘛，就是这一组结婚照呢，它是被网友给披露出来的。这组结婚照它为什么流出来的呢？我们不排除呢，它是体制内的人士在良心的驱使下的一个行为。而这张照片呢，它带给所有人一个非常清楚的结论，就是徐州市委调查组呢，他们极有可能从看到这个结婚证的这张照片的那个瞬间开始，他们就一直在恶意，这是真正的恶意啊！他们一直在恶意的伪造案情，在蓄意的偷梁换柱，甚至不惜以 DNA 造假这样的方式来掩盖徐子巴的真正的来源，也在掩盖小花梅的真正的下落，甚至也包括掩盖那位极有可能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杨庆霞的那位女性的下落。那么这背后的黑幕它究竟有多深？它是否涉及到一桩甚至是多桩的命案？官方这一套公开羞辱大众智商的把戏，它还准备要玩多久呢？还有这个第5份通报，它将会如何的绞尽脑汁的来修补此前的各种各样的漏洞？还有习近平是否还要继续的沉默下去啊？期盼着这个事件自动的降温，期盼着这个滚动的雪球它不会引发一场雪崩的奇迹来出现呢？我们只能说，徐州官方啊，很有可能并未真正的意识到，他们事实上是在与全民进行作战。这其中呢，甚至还可能包括了他们内部的许多的良心人士。我们还是用那句老话来给今天的节目来结尾吧，就是说人在做，天在看，不信呢，我们就走着瞧。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